行过小周天，念咒加知觉，贫道我本是龙虎山，得了道的小神仙。推过九宫图，演过离阵剑，贫道我通晓天文地理，上下这5000年。你看这个炉多精美，现在都看起来了，碎了，这位置。古代的炉啊都是合金铜，特别硬，就钢筋嘛。现在都电解质铜，你砸都砸不烂，这也是一个区分的点。看起来也裂了，也补了，所以一线有时候收个精品的东西很难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力士炉啊，传承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型。力士啊，古代有个陶器叫力，所以说它也传承到炉子上面。民以食为天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这些古代的这些栗呀、陶栗呀、陶龟呀等等的吧，它都是属于吃饭用的，慢慢的演变成礼器啊，慢慢的演变成香炉了。可惜了，逛了一大圈儿。其实有时候咱下来收东西的时候啊，看着琳琅满目，说真正咱能觉着够精致的东西还是少。这么大的一个竹雕的一个刘海细金蝉，其实民间的话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的主题。金钱嘛，寓意金钱呀，这财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完的意思。看一下，你看这个蝉啊，3条腿，看吧。人们说嘛啊，2条腿的人好找，3条腿的蛤蟆不多见。3条腿，然后刘海，你看他雕的这个人物这种形象，乐呵呵的，是不是有点有大都尼洛那种感觉？主要就是雕工啊，这雕工非常的细致入微啊，包括在身上这种衣褶啊，拿着钱的这种感觉啊，关键通体特别大，整个啊一目整雕的一个竹雕，特别漂亮啊！这一看就是南方工传世的皮革，非常漂亮。另外，这都是老板啊纯一线收上来的，一个清中期的一个小青花杯子，特别漂亮，如意纹图缠枝莲，底下是如意纹，这就是传世的。底下还有一个盘长花，非常漂亮。其实有时候下来收一个东西都是精挑细选，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。有时候很难，好几个月没来这下笔，然后过来以后，这老板一线就能收到很多好东西，都是一线的这帮古董人一点一点的传上来的。这是一个褐釉的，这个年份非常好，一个压手杯，非常的朴拙，这种的年份就特别好，胎足非常的干老。所谓的干，给人一种就是特别滑净利索的感觉。往往就是说新的做旧的，它会非常的油腻，而且修胎呢也没有这种捕捉感啊。它笨拙当中又带着一种利索，大家发现了吗？上边包括上面的开片呀，都特别漂亮，又是这种自然的感觉，形也美。压手杯，这年份非常好。拜天神啊，大家记着我之前收到过一个砍的嘛，就是铁盒，但这个木头不是自砍，不是什么多好的木头，但里边看着带着传承的。那时候人已经很讲究，但这个年份浅了，这个得民国了。民国，看那时候讲究不讲究人，这很多老的传统都没有，现在就顶多就是一警惕。那时候是必须有这盒，有专门的人送到府上或者送到您的家里打开，这才叫重视。现在一个电话一个微信解决了。软木和硬木鉴别很好的方法，顾名思义，软和硬的事。看一下，放大看一下，什么是软木？手指盖一定能掐动，看见吗？手指盖肯定能掐动，那这就是软木了。你像紫檀黄花梨，你掐不动，手指盖掐动。这是最起码就是我们去在接触老家具或者木质的东西，你用手指盖一掐，这个东西如果掐不动，木头一定是就是说相对要好一些。一掐软，当然软未必不好啊。你比如说咱们那个金丝楠木，号称软木之王啊，就说这个和珅那个宅子里一个金丝楠木的横梁就价值多少个亿，所以说也不一定就是说只能区分软硬。一般来说硬的话会好一些啊，软的话，那你万一这要是一金丝楠，那也是个天价。所以说，在历朝历代家具当中。咱说的这个洋金丝楠，什么洋金丝楠？就是说咱们用木头现剪的这种，就古代就是说用一个金丝楠木树做的这个家具。还有一种阴沉木的金丝楠，那种一般做棺材那已经就是水火不侵了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有区别的。最起码我教大家这一步，就是说一般一掐你就可以往楠木上、往柴木上考虑了一掐不动，那你可以往红木是不是酸枝这个紫檀、黄花梨这些硬木上去考虑，这是一个鉴别方法。大部分软的
都不是好墨，大部分硬的应该是好墨，就可以大体这么去分门别类。胶泥是什么泥？胶上的什么？那什么木头？就是柴木。这行，什么是什么？应该是这柴木难不了。楠木哪有这么粗的丝？难不了，太粗了，柴木。楠木也不会喜欢这样，就普通的柴木。下来这个逛了2天，我这有收获啊，这特有味道，也是喜欢，特别喜欢。漂亮体积，所以说下联还都会有清中期的炉，晚清民国的刘海细锦坛，这一套下来都是有传的。有的时候一收到手了以后啊，喜欢的不得了啊！这边上这老板看的都想再要回去，一拍就更漂亮。有时候在那的时候啊，不见得说认为它有多好，当人们有认知了，就介绍的时候，发现就漂亮。假嘛，传统文化的魅力，别的有些时候咱说的大美无言啊，完全，其实我说的这些都是废话啊，真正的美是在这里，别拍我拍他，我只是说整个历史长河中的那么一小素，一小素，九牛一毛都算不上，而是文化啊才是永恒的东西啊，所以说这都是味道，味道都在这里。我收藏这个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，请关注。奇人高人，世外桃源一般啊！你别说，今天拜访一位老行家，雅呀，上车吧。好，看这个老哥的环境啊，世外高人。大哥就是仙风道骨啊！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它的价值可高可低。这就是仿那个对贡春壶，啥没多少年，明代才有。大哥家里全是宝贝，有很多我都买不起。拿出来资料，这是大哥早年的珍藏。大哥，这串我拿多少钱？啊，你看了给无所谓，你让你，但我是，现在听朋友说你好多次了，但是一直没见过你。很荣幸，今天。我以前应该见过你。应该见过啊。应该。哎，应该是这样。反正都面熟。你看的很新鲜，无所谓。我哪开价呢？你看的少，你少多算多少，无所谓。大哥这意思就是不值本钱，你看这实话，你给多少钱？这资料你拿出1克来呀，这个钱我真有不懂啊。他这个这多利，这是纯饲料。我在群里我是老大，所以说吧，他瓷器的东西，他瓷器外的东西，一般讨好我那个意思，最少10年了。是，那油润度就已经玩过了。你看这游戏，我不怎么玩，他玩过，在他手里还是不是7年了。原皮原籽啊。原皮原籽。走了，大哥。走。世外桃源，世外高人。手里好东西还真不少，有很多呢，也不方便录像。那么这串资料啊，就非常的莹润啊，每一个都是原籽儿。其实这个原籽儿啊，有几个鉴定的技巧跟大家说一下。第一哈，每个籽儿它一定会有皮，其实这种皮就是常年在水里的那种沁啊，你看每一个都带皮。第二，有的呢有类似这种水草纹啊，咱说温润如玉啊。现在资料现在这都很缺了啊，所以说尤为难得哈，一眼我就相中了，加了点钱啊，也是很喜欢啊。其实这样想收串资料，你别说一串的，有时候单个都很难找，因为现在很多它都是广义和田，不是新疆和田的资料啊，所以说太难得了哈，戴到手上漂亮哈，给人的感觉不一样。君子如玉嘛，孔子就说过哈，人无故玉不立身啊，那么他佩戴了以后呢，感觉是给人不一样了。
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沉静和一种美感啊，甚至在古代都是一种类似身份的象征啊，或者说文人的那种象征吧啊，就是漂亮。在我的视频节目里呢，我就发现有无数的藏友给我留言，说怎么样才能找我学习，找我鉴定，甚至有的想拜我为师。无奈精力实在是有限，每天无数的留言、评论、私信根本恢复不过来。那么为了满足数以万计粉丝的要求，我强势入驻遇见平台，免费教学，目前是我全网唯一鉴定交流的官方合作平台，欢迎大家来交流学习，我在遇见等你。